欢迎来到中文故事咖啡馆，让我们用中文慢慢听一个关于冬天的故事。每年冬天，当街上挂起彩灯的时候，当橱窗里摆满圣诞树的时候，圣诞节就快到了。如果你在中国的城市里过过圣诞节，大概会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。在商场门口，在便利店旁边，甚至是在地铁口的小摊上，都会摆着一筐一筐的苹果。这就是我想说的，在中国，圣诞节最特别的礼物，不是袜子，不是卡片，而是一个苹果。对很多外国人来说，这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，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想笑。为什么是苹果？其实答案藏在语言里。在中文里，苹果叫苹果，而圣诞节前夜，中国人叫它平安夜。你听，平和平发音是一样的。于是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苹果慢慢成了平安的象征。送一个苹果，就像在轻声说一句，希望你平平安安。这大概是最中国式的浪漫了，用一个谐音，把一种普通的水果变成了一份温柔的祝福。每年12月，水果店门口都会摆出特别漂亮的苹果，红得发亮，个头饱满，看起来像是专门为这个节日准备的。然后苹果被小心地包起来，放进透明的盒子里，用彩纸和红色的丝带装饰。有时候还会贴上一张小卡片，上面只写着一句很简单的话：平安夜快乐，或者只是一个笑脸。老板会把这些苹果包得很精致，看起来像礼物，却又没有那么正式。有的人会买好几个，分给朋友、同事、家人；也有的人只买一个，悄悄放在书包里，或者下班前放在某个人的桌上。还有的人会多拿一个，把2个苹果并排放好，却什么也不说。在平安夜，送苹果的数量其实没有什么规定，1个也好，2个也好，甚至是一整盒也没有对错。只是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些数字会悄悄多出一点点意思。1个苹果，不多也不少，像是在说，希望你这一生都能平平安安。2个苹果并排放着，不需要解释，收到的人往往一下就懂了。那是一种成双成对的祝福，也是一种有人陪伴的祝福。有时候，苹果被装进盒子里，留在桌上，大家一起分享。这样的苹果不强调谁最重要，只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分到一份平安。在中国的学校里，平安夜那天总是特别热闹。有的学生会提前1天准备好苹果，用彩纸包起来，小心地塞进书包。第2天早上，他们会偷偷放在某个人的桌上，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。那种心意其实比苹果本身更珍贵。这就是中国式的圣诞节，没有火鸡，没有围着壁炉的家庭聚会，却有自己安静而温暖的方式。对外国人来说，这可能有点陌生，但对中国人来说，这个苹果从来不只是一份水果，它是一种记挂，一种惦念，也是一种不说出口的关心，是一句很轻很轻的我希望你一切都好。也许文化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同一个节日，在不同的地方会长出完全不同的样子。
不需要太多解释，不需要昂贵的包装，也不需要复杂的仪式感。它只是在冬天的某一个晚上，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提醒你，有人在想着你，希望你平安。如果你能听到这里，谢谢你愿意慢慢听完这个小小的圣诞故事，也祝你圣诞安宁，平安温暖。